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不太正经的的嘉宾。现在是东京时间4月11日晚上11点46分，基本上是半夜了。我呢刚去看了池子在东京的脱口秀表演，这是他3年以来的第一场演出。我是特意从纽约飞来看的，当然呢，也不仅仅是看池子，也是想体会一下和这么多中国人在一起的感觉。我对池子充满了好奇他是怎么长成这么一个异类。1995年出生的他，在最当红的时候推出吐槽大会，用最高调的方式说老子不干了。他用繁体字在微博上搞过给粉丝的抽奖送宪法的活动，还把宪法35条说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给标出来。2023年他去北美演出时，嘲讽疫情，嘲讽审查制度。这几周呢，他在日本、台湾、马来西亚做亚洲巡演。我真的好奇他是怎么长成这样的，怎么有勇气做出千千万万中国人不敢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池子，我好像把你抬得太高了，你太高了，太高了。对对对，你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我从来都不说这句话，但是我特别喜欢你打招呼的方式。大家好，我是池子啊，第一次来这么正经的这个节目，有点像那种教务处主任，就是说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我，都不是我，都是你。对，你自己感觉一下吧，你觉得今天的演出怎么样？你怀念这种现场的感觉吗？怀念上台演出的感觉肯定是有，对，然后又很多年没有演了，所以心情还是挺复杂的。一方面又紧张，又是第一次在海外做这么长的专场演出，然后而且是你第一次个人专场，对不对？对，又是我第一个个人专场，虽然干了这么多年了，算是第一个愿意交出来的作品吧。然后其实还是挺复杂的。然后今天演出也是，其实我个人认为我的状态没有很好，但是演过去就过去了，现在只是后面加油。可能不少人知道，就是你是2023年在北美演出，是说了一些所谓越线的段子在国内被禁了，然后呢，你就从公众的视野里面就消失了。你能说一下，就过去3年你在哪里？这个其实从那个加拿大演出之后，我那个在加拿大待了一阵子，然后就回国了，回中国，然后就比较低调，没有做什么演出，也没有做任何社交平台其实。然后在国内我就是跟朋友啊，就是把国内的大好河山再看了一遍啊，就是因为很多中国的地方其实我也没有旅游过，然后我抱着一种得再好好看看，不知道告别之旅吗？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将来说不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就看不到了。然后我就是在国内旅游了一圈，然后我就也算是出国之后就也是到处旅游，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算是就主要是生活。有一些听众可能不是太了解你能不能稍微说一下？这是我们很多嘉宾都要问的问题，就是查户口的环节，就是你在哪出生长大，你最早接触脱口秀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怎么就觉得你能干这行呢？我在河南省安阳市出生，1995年在那里出生。然后我小时候在安阳上小学，然后上到了7、8岁，8岁吧，8岁，然后上了2年级。对，上三年级，上到3年级，然后我爸妈就带我。就全家就搬到了北京啊，说北京好，发展好或怎么样，对我可能教育各方面见识也会好一些。就是爸妈就带着我就往北京去，到了北京就在北京一直读书，然后小学、初中这样的读，然后之后高中啊，就像我讲的，我又去了，其实在燕郊这个地方读高中，然后读完高中高3我就没有念完。然后当时是自己也感觉我对于高考这个事情不太有竞争力，而且我也不喜欢这个竞争力，所以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就高3就有辍学的想法，然后就
想要去学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东西，想要创造一些什么玩意儿，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比较简单。然后就其实那时候赋闲在家有2、3年，就你高中辍学以后就在家待着。对，哦，然后因为其实我母亲那时候也算是有比较重的病，然后跟我爸爸算是一起照顾他，照顾几年，然后就正好也在家，然后我也可以看看书啊，自己沉淀一下，我也不知道在沉淀什么。然后对，然后看一些电影啊，看看书啊，然后在想嘛，那时候也很年轻，18岁、17、18岁，然后想要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慢慢的，其实很机缘巧合的，就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一个俱乐部，北京脱口秀俱乐部在北京有一些演出和招新的活动。我之前是了解过美国的脱口秀的一些作品或者脱口秀演员，我当时觉得我北京还有人搞这个，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中国搞不了，就是因为很带刺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很好奇，而且那时候就一家俱乐部，然后我就去一个什么活动我都忘了，有点招新又有点什么的一个活动，就是我都就鬼使神差的去，没有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去看他们有个小演出，然后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也行，然后就感觉应该不难吧，因为你从小就是像刚才演出的时候，你从小就特别喜欢逗别人乐，是吧？对，我平常话很多啊，就喜欢说话，就要逗别人笑，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可以吧，然后我当场就报名，他们说哦，那你下周可以来，然后我就下周就算是15年的时候3月份，我第一次登台演出，然后我准备了一些稿子，我还是手写的稿子那种，也很紧张啊，上台大概也就演了不到10分钟吧，然后我自我感觉也很紧张，但是还不错，就是观众反响还不错，然后俱乐部的那些朋友也说还不错，你这个作为新人很不错了，然后给我很多鼓励，然后我就慢慢的就我每周都去，每周去2次，就 open mic， 就一直做，然后我的发展路径也算是很快，或者很幸运吧，我在北京做了可能2、3个月就可以上一个剧场的舞台。哇哦，对，这当时不是很大，可能也就是300人这种。可以就是相比较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来讲比较小。那时候我也很激动了，就说愿意这个组织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因为组织这个脱口秀的俱乐部也要选一些他们认为撑得起来剧场的人上，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是对我很大的认可。对啊，有300人的剧场，然后慢慢那个深圳啊什么的也愿意邀请我去演出，我就觉得你那会儿也就19、20岁，对，那时候19岁，哇，对，19岁算是，然后就算是很快，就是国内的俱乐部都认识我了，然后我就到处演出，然后又很快，东方卫视就找到我说你要不要，我真的没19岁，对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预期，我说哦可以啊，那个就去嘛，都是朋友，就慢慢就变成了个艺人，就脱口秀演员。对，我好奇，就是你爸妈知道脱口秀是怎么回事，脱口秀演员是怎么回事？他们当时你入了这么一行，他们是觉得松了口气，你终于有个事儿干了呢，还是说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其实我爸妈都不太知道这是个什么。因为在中国是一个没有的事情，对，他有一点儿超纲了，对于他们来讲。然后，但是他大概知道算是有个事儿，但在北京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个工作还是个爱好，因为1周或者1个月你赚个100块钱这种的，你能当他是个不能当工作，还是啃老嘛，属于大家啃老。然后，所以他对这个也没概念。但是我又很快的就开始上电视。
他也没概念，说怎么就上电视了或者什么，但是他们内心是开心的啊，我爸我妈会说啊，那个你儿子在电视上什么什么，或者家里人也会说啊，上电视这样，就这个是，其实我自己也对自己当时的那个氛围不是很清晰。就是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也就懵不太知懵懂懂的就对入了这行是吧？对对对，真的很懵懂。就是很多中国人看脱口秀都是看这些美国的脱口秀是吧？也许就还有英国了什么的。我不知道，就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最喜欢看的脱口秀是谁？就是所有的艺术，我认为啊，所有艺术都源于这个，就开始于模仿。你有没有就是模仿的这个演员呢？我个人虽然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但我认为我最开始肯定是潜移默化的有一些对于那个我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的内化，就比如说风格，对对对，我最早看美国的黑人的脱口秀比较多啊，像什么 Chris Rock，或者什么 Dave Chappelle 这样的，什么 Kate Williams 这种看的比较多。然后 local Louis C.K.， 然后慢慢什么 George Carlin， 什么什么 Russell Peters 都很多，其实算是上一个时代非常厉害的脱口秀演员。那个，而且他们早期作品都百花齐放的，非常的不一样都。然后那段时间可能也内化了一些各种风格。在自己的演出里面，那时候那个北京的同行都说啊，他就是这个就是黑人风格。对，而且你又留着那个脏辫是吧？对对，长头发，最开始长头发还没有长头发，对，后来又是脏辫。我还没有问你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把它剪了呢？剃了呢？你是最近才剪的吧？对不对？对对对，最近才剪的。为什么？我剪这个其实我也没想为什么，就是我可能当时留头发有一个为什么？留头发为什么？觉得帅，觉得是吗？觉得，因为我从小其实就很喜欢那个发型但学校不可能让你有那个发型，对呀。然后我就慢慢留长，然后慢慢就很喜欢，然后找朋友去做了那个发型，自己很喜欢，但是做完了电视又播不了，纯自己一个小爱好，然后留了那个发型之后留了很多年，人有惯性的。这个头发一留1年过去了，2年过去了，我一共留了8年。那个所有，其实还有这个事儿，还是我在国外，假如说我去一些演出场合或者音乐节，所有黑人朋友都特别喜欢我。那当然喜欢。对，他们就跟我拥抱说：“哎呀，因为认为我就是尊重、喜欢他们的文化。”一个中国人留着这个脏辫，对是。然后还有很多人给我说的忠告是。永远不要剪他，兄弟。你就因为这个你就要剪是吗？然后我就在想，对，我就开始想，我说我可以有这个头发赢得一些喜爱啊！真的，我在真的美国什么欧洲，任何最乱的地方我都不怕，那有 respect， 有 respect。对，甚至有人我在美国那种，他们都管我买毒品，我说我没有。真的吗？你看到过？对，他们就是你这个样子肯定是一个什么，就对啊。然后我就说实在对不起，哥们儿，真的没有。对，然后对他们就是很喜欢我，然后他们说 You rap star， 我说 No。然后那你也能 rap 呀？对，然后就大家的这些喜爱，慢慢我就在想，这个是可以获得很多喜爱，甚至我们朋友都说，回头你去哪玩，你觉得危险，你带上池子，他跟那帮黑哥哥没事儿。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大家都说这个头发得人喜爱，人家也很喜欢，说你不要剪，你这个很好。我就开始琢磨，为什么不剪？我就说，然后我说，挺好看的，还是你觉得很帅，还是惯性说这么久了，其实那个头发留8年那样一个造型，它有点你身体的一部分了。那天我就是突发奇想，我就说就今天剪了。没有原因，就今天，然后我就剪了，剃得很光，剃完了之后，你看这头发甚至都有点，哇塞，很吓人，就感觉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就被剪了下来了，感觉是我的一块肉。哇对，然后当下我甚至还有一个闪念，我说要不要留2根，还是什么，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事儿，这么留2根。后来我想，算扔，全扔，不要想，
十几根很长的脏辫扔到垃圾桶里就扔了。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osave，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osave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osave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osave 下载。感谢 Mosave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对，我做这些决定，就我做那种往回退或者放下的决定，都是挺突然的。对，你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决定，我不得不说你到2019年1月份的时候是吧？你退出这个吐槽大会，你那会儿才23岁，24岁不到。24岁，对对对，可能。对你就这么最当红的时候，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对，挺突然的。我们能稍微八卦一下吗？就是你那个当时退出是因为你对节目的这个理念，就是你们的理念上的有这个分歧，还是因为这个公司的这种合同啊，或者它的管理方式有分歧？19年的时候还是主要是理念，对，因为我其实录吐槽大会这个节目来讲，最开始我能感觉到这个我提供的东西和大家的这个氛围，和慢慢我们在做这东西已经有点变味儿了，就是可能没那我自己，我不管别人公司还是观众认不认可，我自己有点觉得哎呦有点没意思了，就是然后做这种决定，我当时又觉得这种事儿啊，你跟人聊是聊不清楚的，你要么就你做这个决定，你要不你就继续。所以我当时想了想，其实而且就更涉及到，其实也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这节目的流程啊，我要在里面说多少的广告，我就很烦这个事情。但我觉得你的说广告那些梗都说的挺好的呀，我就怕说的好，对吧？你说的好还更多，广告也赚钱，也怎么样？但我谁不想赚钱啊？所有的艺人都想着接我也广告啊。想，但就是总有一点别扭在那儿。然后又拍很多东西，跟我觉得这个节目有一点那什么，然后我就突然想，我说要不就谁也不告诉我就退出了。对，当时有一点这种，而且当时也算是跟公司在别的节目和别的事情上也有一些分歧，比如说我的微博的言论的表达，他们会觉得你现在要么就把微博账号交给我们，说你太危险了，就是你干的这些事情，对挑逗这些，对，你要么就是跟这个大的群体干仗，要不跟那个群体讽刺一下，要不发个这个小新闻，要不还给人发现法，对，就是所有这些事情加到一块儿，那个时候属于是公司想更加的严密的去管理我，然后我又更加的想往后退一点这个时机，所以我说跟公司商量肯定没辙，我就直接发，我就说我退出了，谢谢大家，这样。我也还想就是对你们这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也很好奇。你一般的就是你怎么写段子，然后你从哪儿找灵感？就是你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仪式呢？没有任何仪式，灵感。我在假如录节目的时候会比较，因为那种周期比较紧，然后你要高效，然后你会坐在电脑前面憋。你无论是吐槽大会还是什么脱口秀大会这种，你有可能3天要交一个，3天要交一个，那种就不是靠灵感，就是你就要在电脑面前按着逻辑去写，然后尽量的让它发散一点，好笑一点，语气违背一点。然后但我个人对于线下的演出的创作逻辑是，我有了感知，有了感受，我才会写，有了感知我才会记下来，
我这样会比较舒服。那就是纯感受。假如我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个很想讽刺的一个事情，那我就赶快记下来，无论这个有没有机会，或者任何平台或者任何线上能不能，我先记下来再说吧。就这样，就积攒了一些东西。其实和我们记者挺像的。我觉得对，应该所谓的灵感哪儿能去找？我找不着，我认为是找不着的。对，而且说句实话，脱口秀本来就是做社会评论的，是的，对吧？就对比如说那个 George Carlin，对，他就是在美国，你说起他就是一个社会评论家。对，对，我特别喜欢他，而且我觉得你其实和他有点像。哇，我可能50年后吧。50年后，他太老了，他已经去世了。但是对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你的 sensibility 和他很像，就是你对事情的感知的感觉。如果您这么说，我肯定是很开心、很荣幸。但是，对，我会对这种时事的新闻，或者偏政治一点，或者偏这种民生一点什么，我是真的比较擅长这样。我从头做脱口秀，其实在新闻啊或者偏政治一些东西，我就喜欢讽刺或吐槽。这有人问我这怎么创作什么，我就不知道，我就是这个性格。我猜可能大家分到的工种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对于生活的观察，那细节，比如说爱情、家庭这种小细节非常细。然后我不喜欢写这种特别生活里的细节，也观察不了那个。但我观察新闻里的一些点，我认为我很有灵感。说这个没有人觉得这个新闻很讽刺吗？很荒谬吗？我就赶快写，咔写。对，我对就是这样的性格。而且中国是一个整天有那么多荒谬的事情发生的地方。是。对，我还有一个就是困惑的问题是，就是过去10年中国的内容审查越来越严格，但是呢，脱口秀反而变成了中国可能是最时髦、最被年轻人接受的这种娱乐方式。你觉得就是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这个形式呢？我觉得年轻人，首先大家对于快乐和笑的追求，从来都是非常急迫的。因为我从小我没有什么做什么职业什么规划之前，我从小起码爱看春晚的小品，起码爱看春晚的相声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都一样，其实大家都对这种快乐当然有一个本质上的追求，然后再加上在近年来中国的喜剧的模式其实不是很发达。比如说之前还有情景喜剧，像那种我爱我家什么编辑部，那有一波很好的作品，那个年代满足大家了。后来这些东西慢慢淡了，少了，喜剧电影也不太多，或者质量不是很高的话，可能应运而生，我们这个行当就慢慢起来，然后又确实很新，所谓舶来品又很适合现代生活节奏，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其实缓解了很多观众对于喜剧的需求，和甚至是有时候是心理的压力。对，就是越高压越需要笑，那大家笑的出口在哪？只能这样。所以挺巧合的吧，这个事情。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强的对比。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时代和大家对这个脱口秀，对一个实际上是基于这种社会讽刺或者是这个政治讽刺的一个娱乐形式，在中国几十年来最高压的一个时代，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是，而且最开始你看我们做的最开始不是时事政治或者新闻，我们的所谓的宣泄出口不是吐槽大会，是明星之间互相有一些这种冒犯啊，这种光是这样大家已经很热衷了。所以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种笑的需求非常强烈，所以后面可以就一下就火了。对，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2015年你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尺度？到2019年你退出这个吐槽大会录制的这个言论的尺度变成什么样？对，我因为15年刚做的时候，全国的脱口秀它不成气候，没有那么多演出，也没有那么多演员，影响力也很小。
纯是对吧？大家都是有个工作，然后周末没事儿啊，演一个，最多卖票卖个100人，一个小酒吧里面已经很开心了。所以那时候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你的话，尺度随便，随便，没有人管，是真的没有。吗？对，但是我知道的是，他会非常偶尔的还是会抽查。我听说的是，在15年之前也查过，抓过一次，类似于演出中间就直接就来人了。对，但我没有经历这种这么危急的时刻，但是我知道哦这样来人。但其实线下这些小演出其实是没有审查的，就我们自己也不审查，但是这样的。那你们当时可以说习近平吗？可以的，真的哦，可以的。哇哦，对，就是其实在北京关于政治的什么，大家还挺爱聊的吧？对呀，但也不会那么的多，也不会那么的频率高，对，很少。那真的尺度还是很大的。对，因为很多中国人就是我在疫情，我是22年办这个播客嘛，我刚开始接到最多的评论就是说啊，他的名字是可以说出来的吗？但大家那时候也是因为中国，咱们大家非常擅长自我的这种阉割和回避，所以那时候虽然我说没有人管，但其实真正去一定要冲击的还是少。对，那当然是了，对，但是已经说明了它的尺度有多大了。对，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在疫情期间发微博，谈到自己和一个小型的脱口秀公司合作演出这个脚本的这个经历。他说，就说脱口秀行业要用80%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500%的精力去应付审查，又举了好多例子。我不知道，第一，你同意不同意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肯定是，就是我们大概都会这么认为。但是你说，他可能是作为经营者或那个从业者，他担心的其实会更多一些，因为他的这个盘子是他撑起来的，他要做。我经常是属于比较下游的，算是管控，就是我交上去，你发回来，去删掉什么，改掉什么，你告诉我。然后你说他中间经过多少博弈和精力，我没有花精力，对，我不知道同事们或者什么主办他们会花很多精力，所以我认为他的说法是可信的，以及现在可能更严重一些。就那会儿就是说他不让你这个说这个不行，你就不行了，就算了，是吧？不会改来改去吗？因为我没有直接跟类似于文旅部或什么这种广电沟通过，就是公司内部，这是他们公司内部的这样子。公司内部。对，这个人还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他的公司内部，他们还给了他们列了有个 Word 文档，里面就是列了巨长的这个禁忌的话题。就比如说这个不能涉及领导人、官员出轨、同性恋、赌博、贫困、疫情。这是哪年的事情？这个人应该是就是疫情22年、23年的这样子的。那时候已经很严了，很严了，是吧？那但是你们当时没有这么一个你说有一个长的这个名单？您说15年吗？还是对15年，或者是到了18年、19年？15年其实大家还是那种很野生的状态。但18年、19年呢，有吗？18、19年肯定有，但是他们没给你，没给我。第一是没给我，第二是大家其实我在对吧？那时候在娱乐圈也练了1、2年了，2、3年了。他其实知道哦，你有些东西大家心知肚明的，就不要去硬要写。你写完了，这导演组说哎呀播不了，我说你帮我申请一下，这没有意义。对，你们也不做这样子的，是不行了就算了，对，没有什么来回这样子，没有来回。但即便这样，对吧？我就知道，我不故意往上去撞，也会死一批段子。都已经已经是很严了。那时候我们前面说，就你19年1月份，你在这个吐槽大会鼎盛的时期，就突然就宣布退出。然后2020年呢，你和笑果文化发生了冲突，你在微博上说，
我做脱口秀的朋友们，我心疼你们，因为脱口秀内核的那个东西，我们知道是什么，还要被逼装作不知道，这很可悲。我们曾经摸到过脱口秀，那是好东西，不要被驯化，不要放下，得奔着去。咱们的路还很长，要是走错了就更长了。好肉麻呀，好肉麻，自己听自己发的太肉麻了。肉麻是吧？肉麻。我们不说肉麻的那些东西，但是我比较好奇，你认为就是脱口秀的内核是什么呢？我认为脱口秀的内核可以骂人吗？可以骂人啊。就是去他妈的。哦，就是英文就是 irreverent， 就是不什么都可以不当回事儿，什么都不用尊敬。对，我也想过很多年这个答案，就是脱口秀的内核。很多人问我嘛，脱口秀内核是什么？说是悲剧，有说是什么幸灾乐祸，有说是什么什么。我想了很多年，可能这个答案目前我比较认同。哎呀，我都不知道去他妈的翻译成英文怎么翻呢？Fuck it。哎，可以，可以是吧？在我的这个语境里 ，fuck it 是，对，我认同，没什么东西不可以调侃的。对，就是我想调侃也是 fuck it，你不让我调侃我也 fuck it，我都可以，但我一定是我在这儿，一种存在吧。这种态度在中国是完全不行的，好吗？对啊，是。所以我在这个行当里面，这个进去我也是很迷茫的进去，出来倒是很坚定的出来。你就是可以就像你头发留了那么多年，你说把它剪掉也就剪掉了。你做这个做艺人，那么接那么多广告，可以过得很好。那人的很多人就说，我虽然很难受，但是他说我还是要挣几年钱的，就有很多人不停的。你看张艺谋都70多了，还去拍这个是国安部给他指导的影片，好吗？你那会儿才23岁多，你就我不干了，我就不干了。对，娱乐圈真是欲望的漩涡。对，这个我也对吧，算是小有体会。就是这个事情，身边的朋友啊。我看到的现象啊，确实是，或者我自己那几年也有这种感受，真的赚好多钱啊！这个也有那种感觉，说，哎呦，赚到多少钱我就不干了。但是人的这个欲望，你用欲望去满足欲望，就是饮鸩止渴。你不可能，你现在的艺人，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他再不开心，他再难过，再抑郁，再压抑，但是面对这种欲望的这种持续是很难停下来的。对，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大家每个人，我不会劝别人或者怎么样说你应该怎么样，但是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困境，但是我知道的是现象。这是欲望产生的漩涡，大家在里面深陷其中。我觉得听到这肯定会有观众会想说，他肯定挣了很多很多钱。对，我觉得我对于我那个年纪或者我的那个阅历或者文化水平还是。而对于我的预期来讲，确实赚了很多钱。就我的20多岁，你说一个小屁孩能干嘛？就是，而且我没有预期啊，我甚至其实我不知道我赚了多少钱，你就不知道？对，我你没有银行账户吗？你的银行账户不是被公布过吗？我不是打官司我才知道，我打官司的时候，律师才会帮我去查我一共应该赚多少钱，一共发了多少钱，律师是帮我对出来，就是效果文化有一些没有发嘛。只是对所以我真不知道，就说你这儿什么少我20万，这儿少我50，我真不知道，因为所谓我生活，你说你一年给我20万、30万肯定够了，那么我年纪轻轻也不买车买房，也没有孩子压力，所以我只是知道我赚了很多，但不知道多到什么程度。况且我还不是一个很火的艺人。对，你当时也还挺火的了。但是对于喜剧来讲，就是我知道的是，同样的量级，
喜剧，歌星对，啊，不像偶影星了是吧？像啊，对那种，对对对对。他的变现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我要再念一段你说的话。哎呀，又要肉麻了吗？对，我还说你过什么呀？你写的东西真的我读了觉得都挺肉麻的。哎呀，你要是可以说，你要是愿意，但我觉得都写的就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都写的特别好。哎呀，你曾经在回答网友提问的时候说，歌手可以假唱，演员可以瞎演，但是说脱口秀的底线不仅是言论自由，更是思想自由。虽然不知道底线能不能保住，但我想保持一点真我。不久的将来，我很可能是炮灰。我说过这样的话？对呀，我什么时候说的这样的话？你没有说过吗？我可能说过，但我忘记了。对。但是就说你说自己可能会成为炮灰，这个好像你不止一次说过吧？对吧？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炮灰呢？你这个炮灰怎么定义呢？就是你觉得你最后成为炮灰了吗？我现在不知道啊，现在有一点烟消云散的意思。但是我当时入行或者说干了一两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如果想坚持我想做的东西，在中国这个环境迟早出问题。我有这个怎么说，我对自己的理解了解吧，对自我的了解。然后我问过自己说，如果你将来必将被封杀，或者你就停掉工作，你被万人唾骂什么什么，你还要不要做你想做的东西？如果你想做，你再做；如果你因为你有可预见的未来发生这些后果，你就开始收敛的非常多，或者你就开始变一个动作的话，你就不要做了。对，我觉得你追求的是纯粹啊，我可以这想么说吗？追求，可能是吧。比较年轻时候说话确实比较绝对，现在可能放下一些太绝对的维度，但是心是一样的。对，纯粹是任何一个年纪的纯粹都很不容易，不管是年轻还是年纪大，这个是挺难的。就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做一个纯粹的人是很难很难。我也感觉很难，但我喜欢走比较难的路，很奇怪。就形而下的来说，我小时候就是假如说这一条 A 从 A 到 B 啊，你可以直着走过去，我一定要爬最高的地方，然后跳下来，然后再翻过几个栏杆，然后再转一个圈，然后嘎到这儿，就淘气吧。淘气吗？你觉得是淘气吗？我觉得是选一个比较难的路好玩儿。就是因为你爬一爬，你能不能翻过去，能不能跳过去？我经常会摔跤啊什么的，很正常嘛。就是好玩，喜欢挑战呢，不知道，反正像个猴一样，就要有趣。是吧？有趣好玩。对，我觉得就是刚才就是比如说炮灰了，还有就是你说的一些，我因为这个还要写一个《纽约时报》的专栏，是吧？我觉得写给美国人看的时候，美国人可能会奇怪，就说在中国说脱口秀怎么会搞得这么悲壮？首先，他们如果对中国的这个言论环境有了解的话，或者其实我这个逻辑不难理解。那么就是我开始做脱口秀的这样一个环境，你选这样一个工作，你还想保持一点真我，那你就要做好随时被封杀的准备。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有这个觉悟吧，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我就要怎么样，但是起码心底是知道的，我在做。然后对于美国来讲，其实他也有一个像 George Carlin， 他也进过监狱的。对，他当时对我的感动就是，你说美国言论自由或不自由，但是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都要站到最边缘去讽刺，去做他的那个想做的东西。这个是很感动我的一个点。对，我特别喜欢他那些，是就是现在美国的脱口秀也有很大变化，是吧？也不，我觉得美国人现在可能更能理解了，就是中国的这种言论的审查。就比如说去年这个骂川普骂的最狠的那个 Stephen Colbert， 是吧？他那个 Late Show 被那个没有被续约，还有这个 Jimmy Fallon， 他因为说了一个右翼政治活动家被枪杀的这个他的那个评论就比较有争议，就被停职了。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关注美国的脱口秀吗？你觉得这些年美国的脱口秀变化大吗？变化大的。我首先是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非常的罕见，可能在川普前面一些还比较罕见。那时候美国脱口秀属于是百花齐放的，对，算是比较讽刺性极强的一个阶段。然后慢慢的，我也能感觉到美国的这个言论或者舆论在变得也有点紧张啊。然后像您说的这些深夜秀的脱口秀演员也被有一些后果，是真实实在在的后果，像铁拳一样的后果。然后再到像 Dave Chappelle 这样的演员，他如果涉及一些 LGBT 或者像是涉及到那个什么 Charlie Kirk 的这种言论，也是大范围的是 cancel 文化去要搞他，甚至有人要上台扑倒他。这种事情在之前发生的是很少的，但现在频率越来越高，对于美国脱口秀的冲击越来越大。我不知道对于美国的脱口秀演员来讲，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心理上的变化，但整个现象是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我是00年代在美国住了6年嘛，我那会儿也是很喜欢看脱口秀的。我现在也觉得好像现在也和以前是有点不太一样，话题有点不太一样了。但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人在坚持他的那个东西。我认为还是有人坚持。比如说 Dave Chappelle， 其实你是挺喜欢他的是吧？我是挺喜欢他，他其实一直以来就属于一个 fuck it 的状态。你再 cancel 我，再怎么样，我认为他也可能看挺开的，对吧？他也停工过很久之前之类的，然后开始做也很大胆，然后被 cancel 完了更大胆，他还在。我认为像路易 CK 他是另一个方面的大胆，就比如说没有人去讲什么恋童癖或者 LGBT 特别稍微冒犯一下这些群体，或者甚至在他的粉丝里面都听了有些不适，但是他还是在做。对，这个东西还在。你觉得喜剧演员、脱口秀演员就应该这样子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认为是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个是一个底线。就不要管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社会的氛围是怎么样子，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想说什么说什么，就是在这之上，如果能让解脱别人的苦，稍微乐一乐更好了。对，我再问你一个比较正经的问题，又要念你的东西了。写过这么多文字吗？你以前发微博，你写了很多话好吗？对，你整天在上面发好多。我挺爱玩微博。你是2021年11月份，你删除了有47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你当时呢，就是你在注销微博前，你贴出了文章叫《皆大欢喜》，你里面有评论这个微博的舆论环境，就你说的很长很长，就是引一句吧，短一点的。你说很多人说微博没有讨论氛围，我看不是，谁好看，你吃不吃香菜，光这2个话题就能讨论到人类登陆火星那天，我觉得特别精辟。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文字啊，让自己这么肉麻，但是被着记者都抠出来了。对，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点文学的小梦想在里面吧，可能就是写一些想说的话。对，文字跟脱口秀又不太一样，让观众或者让网友看到的文字，它又是另一个题材，另一个感觉的表达，所以偶尔会写一些肉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呀，就是我因为是从2010年开始就上微博的人，后来根本就觉得这微博太无聊了，整天的那些热搜都是什么呀？对啊。就是谁好看不好看，这谁更好看，然后吃不吃香菜，就很无聊的东西。没有，大家不讨论真实的话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对，想要讽刺一下这个事情吧。这是为什么你就是删了这个微博账号吗？你微博账号也是删的很决绝，470万粉丝，这变现啊，就随便发广告就可以挣个生活费、零花钱，对，是不是？对，其实肯定是可以赚很多钱，对，但是
注销这个微博有好几层的原因。我是在疫情的时候嘛，算是中间注销。那时候我真的感觉，我这个假如说微博是一个我的一个所谓的发声的途径，而且还是个所谓的大 V，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途径。所谓影响力，我要影响什么呀？我如果没有办法，比如说，其实我作为一个所谓大号或者明星的账号，其实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向我求助的。是真的是我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私信，他可能就是病急乱投医，随便的艾特你，随便的发私信，就是说我的家里人出什么事情了，发很多，然后发到我这里，我会看到的。但是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帮不帮他或怎么帮他，又是我的良心的拷问。他是真实的生命，或者真实的家庭，或者真实的一个群体，在受到某种伤害的时候，我怎么帮他们？我可能大多数时候我是没有帮到他们，这是我的实话。我看到了，我说实话，我看到了。没有人有能力帮所有人。对，但有时候我会选择帮他们发一下声，无论是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的拷问在疫情来到了一个很高峰，我看到或者我收到这么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帮到任何人，或者我发声，我有发声，我发完了被删掉，发完了被删，发完了就警告你不要再发了，我们已经说很容忍你了，你已经派各种人来警告你。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我自己拷问自己最严重，就是那人就是死了，那人就是有可能就是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一个群体面临那样的一个事情，他求助到你，他可能艾特了3个人，他认为池子这个人竟然是可以救我命的一个人，他艾特我，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到你，很无力，我只能拷问自己，这个微博你还要留着做什么？那我就想赚钱，可以赚，我就闷声发大财，可以只发广告，就是不说话可以的。对，很多都是这样子呀。对，然后我还有一个选项是我留着，我不发了，但我也不卑不亢，我就留着，我不说话了，我还不行，你就潜水了。对，潜水。但是我当时还有一个自我的拷问是，我这个号留着其实是有一个私心，是我要给自己留个后路。假如说有一天我遭到了什么不公平的对待，我可以用这个号发个声，我是个大 V， 会有一些影响力，让所谓的言论的天平倾向我一些，能解决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就属于是我自己给自己留的一个小退路，就是算是上访一次的感觉。然后这件事儿让我也有点不舒服，就是那些人，他们仅仅是没有粉丝，他们仅仅是所谓的不是明星，他们遇到问题比你严重多了。我可能遇到一个钱上的问题，比如说我发生过，比如说我跟中信银行有一个什么这样的东西，你老百姓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去抗衡，那我发一个微博就骂他了，就把这个事儿揭露出来，还能有打官司的余地。你觉得是自己有特权是吧？对，我觉得自己那就是个特权。我想了半天，那你要留着。说实话，给自己留了个小后路。我觉得不，那我就体验一下咱们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对吧？你回接地气一点嘛，就是各种层面上。然后第3个最小的层面是，表达没意思，对吧？我说大家都在聊，对吧？然后你想说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大家在骂，要么就是不让你发出来。几个层面加起来，在疫情的时候，我拷问到自己，我说，你就直接就是一个注销，不要，甚至不要类似于。先放着或者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注销到不给自己后路。对，就注销到完全没法恢复。它甚至有个机制，是我这种大 V
是有一个反悔机制的。他们微博的人跟我说的，就是我注销也非常困难，我找了很多人，我说求你了，今天他说不行，得等几天。我说这个事还要等几天？然后这个是层层的找人，还得托人，我就差塞钱了。然后这个事儿最后就说你考虑清楚，我们有一个机制什么什么。我说我不要机制，我想清楚了，我就是要死，就是要死，你让我痛快的死。对，然后就注销了，对，从那之后就注销了。23年你在北美的演出，你调侃了大陆的防疫政策和审查制度，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吧。用相关的说法就是，演出尺度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后，池子遭墙内多个平台封杀。当时好多人说你不能回国了，还让你申请政治庇护。你后来还是回国了。你能说一下，就说你当时说那些段子的时候，你想过可能的后果吗？我想过。你真的是其实是想清楚了。对，我出国之前我就知道，我甚至觉得就最严重就是回不来。我出国之前我就知道。对，所以我在台上说的是真的，我有心理预期的。对，就是只不过不知道它发生的时间点和程度是什么样。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也管不住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到了没有给你限制的地方，你就对，对吧？那就真的好笑，或者是真的荒谬。在那样一个场合，我就那么演了。对，所以我就因为我有预想，我在国内就有预想，我到北美这样的舞台，我要讲什么？那我得来点这样，所以我就知道那你这次想讲就好好讲，不想讲就不去了。我其实本来还有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回国了嘛，是吧？你回国了，你有没有想过说发一个致歉声明，再回去演出？因为有一些就经常看到娱乐明星，他们就会为这个道歉，为那个道歉。那时候我没有平台发致歉声明啊。对，你把路都绝了。不是，对，他也把我的路也绝了。反正第一，我肯定也不会道歉。我之前还说过很肉麻的话，我说我脱口秀永不道歉。好吧，对。然后我当时也就在海外也这个结果也知道了。然后我也本来也没有要想在国内做很大的演出，或之后艺人再做很大什么。我之前已经在慢慢往后退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先退下来想一想，之前是这样的状态。对，所以回国没有说想要道歉，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哈？不用给机会，不用机会，对，给我痛快就行。痛快就行。你后来又是什么时候又出来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国内也算是就是到处旅游，就是纯生活，我也不会做什么投资或者创业这种东西，不太擅长。然后就是玩了一圈，然后想着，因为我其实也挺爱出国玩的嘛，说那你这个在国内也什么也干不了了，你就出国待着呗。你倒不是说出国咱们就创业就要干什么，但是你先出去玩呗。就是你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生活和玩。我说好，我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你现在就玩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你就先玩到你有想法就行。我不得不说，你什么工作了那么多年？你工作没几年是吧？我的20岁工作到26、7岁，26、7岁得有吧？26、7岁，那才5、6年，好不好？那也很累了，两个高中了，我的天！哎呀，真的没法说，我们这已经工作了30多年的人怎么说呀？可能还是散漫。你在有一个播客节目里面，你说你曾经在上海的一间酒吧经营了一家脱口秀俱乐部。我想知道，就是那是什么时候？就最后没有经营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是被举报了吗？那是什么？22年我其实时间点有一点忘了，但就是整体上是在疫情期间。对，就是一个事情，然后是经营了1年多一点，最后确实是被举报了。然后我那个俱乐部也想做的比较，因为在国内我已经其实很久没有做事情了，
然后演出大的我也不做，小的我也不做，什么我就在想到底要怎么做。无论是脱口秀还是你做艺人还是做人，你到底要干嘛？想了半天，可能还有兴趣干的就是我给大家搞一个小襁褓，就是对脱口秀演员或者观众来讲，咱们搞一个小空间，尽量还原一下我刚才在那个我肉麻的话里面的那些氛围，说咱们来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所以我在上海做了一个小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就是比较私密。假如说我会收观众的手机啊，我会搞得很小型，然后就最多100人，不会超过，然后会让演员、观众有一个那样的区间去，也不用审批的一个地方，然后而且用最便宜的价格、最简单的方式，大家预约去做一个东西，然后我也做的挺开心的。然后开心这个事情，其实我知道这个事情最后肯定会因为什么停，就是真的不知道做多久一样，那个东西跟我一样肯定会烟消云散，你就没人管就做了1年还是被举报了那就交罚款，交完罚款这个事儿其实就干不了了，因为我之前1年都是没有审批的，我确实没有审批啊。那你被盯上之后你就不要再想了，那你就不可能再干了，他会找你各种麻烦，给你关了这个酒吧都有可能。就你是被举报了1次还是1次啊？就1次，就1次，也挺难得了。这个俱乐部干了那么多场，只被举报了1次，很难了。对，我以为举报了好多次。对，就1次就够了。罚了你多少钱？5万还是5万？5万哦，就是还找人了呢，是不是？那什么什么？就是讨价还价是吗？砍了下架，找了人说，哎呀，这什么什么，哎呀，这中国不都这样吗？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新闻晨报2021年有一篇文章说，由普通民众组成的志愿者参与线下剧场演出的审查。哇哦！志愿者要经过政治觉悟、法律法规等审核，并签署保密协议。现场发现的问题需反映给工作专员做出判断。我都没想到，就是真的是一帮自干五，就是自己愿意去干这种事情。是的，是的。现在甚至，我觉得现在发展到不用有组织了，就所有观众都有这个权利。对，这很好用。对，我真的看这演员不顺眼，弄死他，很好用。是，你看我这个在《纽约时报》上写的东西，还要给搬到墙里面去讨伐，是吧？讨伐必须讨伐。这个宣泄。就是、对我这写新闻报道的，就是事实性的。你这个还要整天想要去嘲讽别人一下，就是不能谈事实，什么都行，不是吗？这个现在不是这样吗？咱们可以聊一聊具体现在谁长得好看。但是你不要再说这个是新闻了。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就是你为什么就是突然之间，又是突然之间想着说，我要做一个亚洲巡演嘛？你做这个巡演是一个什么有想法吗？有目的吗？我最开始真的我只想做台湾一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没去过台湾。你是认识什么人吗？什么都不认识。你就是这么想了一下。我就是凭空的想，我说，很多朋友劝我演出，我说不想演，我想玩，我要疯狂的玩。然后玩，然后说演出这个事儿，脑袋里在想，但是没想到一个什么雏形，就类似于我想问自己，你想在哪儿做个演出啊？这个什么北美，我觉得没意思啊，没意思。想，有一个地儿，我也没去过，我也没做过，甚至中国这么做的也少。而且就是越在这种最严肃、最紧张的时间，我越想去做一场。就是其实现在中台的关系又特别紧张，对，我就在这个时候就想，如果现在去做场脱口秀，应该挺好玩的。你真的是对不找容易的路，就怎么难怎么来。而且这不光是中国那边会恨你，对，台湾也有不少人会不高兴你就是觉得这样过瘾，好玩啊！而且。好玩是一方面，第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建起这个桥梁，我认为我可以啊。喜剧或者玩笑，大家还是能一笑置之的。桥梁是接什么呢？就是沟通。就两岸的，我是两岸的桥梁。
开玩笑。太正能量了，没有没有这个。不是我倒是不承载任何价值观，我就是想要沟通。那我作为一个纯中国人，在中国生活30年，纯种的中国人，对吧？刚出来，纯的不行，热乎的中国人。然后呢，我要去台湾这样一个地方，跟大家稍微摩擦一下。我认为通过喜剧是一个很好的，你通过别的方式就很强硬。因为现在我认为台湾的观众或者朋友们，他很难接受太多形式的这种沟通了。然后无论是网络上还是什么，然后我真的当时就想，我甚至只想了这一站。我说就演一下，咱们又去玩又去沟通一下，对吧？最多你被台湾禁止入境，这是我也想好了，就演出对吧？上去演不知道说什么，被人骂什么，骂完了就是行，就这样。我倒不觉得台湾会因为这个禁止你入境。对，就是对，他就是自己会想到，对想嘛，对，最坏的可能是最坏的可能，对。说你想不想去演？我想让大家笑一笑，和大家聊一下，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了解中国。然后我呢不太了解台湾，对，我就很真诚的去告诉大家，我不了解台湾的同时，但我也希望大家很好。但你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同时，我可以让你了解一下，大家这就是沟通嘛。所以当时就想了台湾这个事情，然后慢慢的走入了风声，就是什么亚洲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想不想在这儿加一站？我说有人看吗？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其实3年没有做任何的工作，或者我也不喜欢做社交媒体，我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也没有人想要看你的演出。那他朋友说你可以试试，咱们试一试，所以算是试了试，去沟通一下，然后又找到了几个场地，慢慢越做越多，就越累死我了，累死你了。对，是这样。就是脱口秀，其实它是需要就是演员和听众有共同的语境和经验，是吧？你以前的受众是国内的人，但是现在呢，你要你的这些听众就变成了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的这些华人，有的人可能对中国不是很了解，还有的就是可能是在外面也住了好多年了。你怎么对着他们说脱口秀？你写梗的时候要怎么写？就你现在就是3站，内容会有一点不同吗？会的，其实这一点也现在是真的挺难。我是做之前想到难，没想到这么难。就是真的吗？对，因为就是像您说的，他这个语境，然后故事背景，以及有些时候我跟中国人、海外华人，甚至有些铺垫，你不用铺得很满或者很厚，他就懂了，因为大家语境是一样的。但是你假如跟台湾的朋友，或者马来西亚的华人，或者假如新加坡的华人，这个铺垫就要考虑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多技术性的。河南人，你说河南人，对，就他们可能不见得会知道，是吧？我可能还有衡水中学，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会换，所以我就要换很多内容。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就是工作量，太累了。对，然后我之前想到过很麻烦，但是既然已经做到这儿，就干很多事情，不就是干着就累就累点吧。那你现在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哪里呢？一样，就比如说我想到，我想跟台湾朋友沟通什么呢？他们对什么好奇啊？他们又对什么厌恶啊？他们对什么又是不太了解呀？以及我对台湾什么好奇啊？什么就慢慢就会自己跟自己聊起来。就会自己跟自己聊是吧？对啊，只能自己跟自己聊了。有时候也会问问，假如台湾的朋友，我会去问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说你知不知道？比如说，我会问台湾的朋友说，你们知道彭丽媛是谁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哦，那这个段子不写了。你今天这个可能可以说了，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说了，你今天这个表演里面就是说这个彭丽媛的老公。所以这个梗就是在台湾就比较难倒，是吧？这个包袱就比较难倒。对，比如说这个就会有一点对，所以我要考虑，太厚了他吃不进去或者理解不了，就要换一个删掉。我还想问一下，就说你怕不怕有人说你现在变成了反贼？早就我在北美就是反贼了，就骂我。那你自认为你是个反贼吗？哎，这个事儿为什么真的无所谓啊，无所谓是吧？对，
即便是对于一个假如之前很年轻的一个艺人来讲啊，我个人是早就已经有点脱敏了。不，他说你什么都可以，他说你是反贼，你是什么汉奸，你是什么辱华，你是什么？这个就是作为艺人来讲，这个给你贴上的东西太多了。债多了不愁，可能就慢慢就无所谓了。现在反贼刚开始多少心里还有一点别扭，说我呀也算是挺好的人吧，我感觉。但是大家这个称谓上什么会有一些，但是其实自己知道，其实无所谓的。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就可以了。你在有一个采访里面说，你说当反贼很简单，当好的喜剧演员不容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认为，在中国这个语境里面，无论是你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成为一个反贼太简单了，对吧？你主动的也可以，今天我就发一条，什么玩意儿，什么一个比较危险的言论，你就反了，对吧？你就起号了，有可能这是主动的。你被动的也有可能啊，你国内的很多搞老师、记者啊，什么，对吧？很多历史学家，还是律师，还是一个演员，什么，你一句话就你是不是反贼？被动的也很简单，所以当反贼真的很简单。但你做喜剧演员，或者你要做好的喜剧演员，或者我想做好的，那肯定很难。就是尤其是我现在又有这样的处境，它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比国内还难。你是一个什么处境呢？你认为？就是我是一个站在了所谓的自由的言论的环境里，同时又要去谈论中国的话题的话，那么我就要更谨慎。就是当你拥有这个工具的时候，你是去拼命的把玩这个工具，还是用工具去干一个事情，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对我来说，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其实很容易沉浸在把玩这个工具，太好玩了，没玩过，对吧？自由言论这个自由是个什么所谓的啊？没有审查这个事太好玩了，这骂政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骂政府这事太好玩了。哦，骂政府，对，想就是那我很容易陷入到一个小黑洞里面去。我怕自己有一些不太怎么说不太好或者变形的动作在里面，所以我也一直在警惕自己，说你要不要做？你要做的话，你真的要想清楚。对，不代表我不反抗或者没有什么带刺的言论，但我一定要知道你这个带刺言论是为什么？你想不想说？你是为了一个对抗去说，还是你就是觉得好玩？你喜剧，还是你真的一个爱？还是你还是把它当成艺术来说？你并不想就说用政治来把这个把这个艺术政治化？对，就是你这还是要做纯粹的脱口秀演员？想吧，我想。对，所以就说今天你的演出，我不知道你，我可以说吧，就是你在私下里面你提到，就说你其实写了很多就是有习近平的这个名字的段子，但是你最后就是决定不来说他的名字，这个其实也是你觉得这样更好玩一些。对，我就是觉得不是 self censor， 不是这种自我审查。对，我就是自己。如果能做到这样还好玩，然后因为我很多时候甚至会考虑到观众听这个，他是什么样的程度的开心，什么样程度的害怕，什么样程度的那种不敢笑和笑。对，所以我站在他们角度上想的话，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收敛。再加上我就是，如果你想玩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你试一试这样行不行？就想试一试这样。彭丽媛老公比习近平好玩多了。对呀，这就是杀伤力也绕弯绕弯的魅力。而且真的是我看到，坐我前面的有人不敢鼓掌，我就看到就是你说这段的时候，他们就是僵的。对，还是对，没办法考虑那么周全，但是。还对，只能是尽力的考虑
观众的感受。因为我也有一个朋友来了，我这个给你是真实的feedback，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后面都说了这个彭丽媛老公了，他为什么不多说一点这种政治的东西？他也就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就是为了让你不满足。下次再来听。不是我，不是我很多时候我会刻意的避免满足观众。对，就是因为满足你或者去追着你的共鸣是一种方式。我其实有时候会刻意的想一想，你这个是在想讲这个，还是你真的在追一个共鸣的话题，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自己理解，我觉得那样也是比较廉价的。对，会的，对，会的。哇，你这么年轻就这么克制啊！这老了得什么样？这老了，对呀，而且心这么狠，哎呦，就断舍离这么容易，又狠又克制。你就说你以后还会经常办吗？你觉得这种的亚洲的就是这种巡演，你会去我们北美吗？我为北美的观众来问一下。应该会有北美吧？这既然做了，就做吧，做，起码这一轮做到北美吧。那你未来有什么计划呢？就说你有计划吗？你这人是不想的吗？没有计划，你还没有玩够吗？我是那种就是无法想象退休生活的人啊，就是我要一直工作，我自己才觉得不焦虑。为什么？什么焦虑？就是意义感存在这种，会吗？对。假如给你3天的时间，没有任何工作，你会做什么呢？我可能会到处，我喜欢跑步，喜欢爬山，对，那就去啊。对，我是会去的，我是会去的，但是我也得要说，我3年以后回来，我还能工作。那么再问，假如给你1年的时间没有工作，会那我就死，我就会死，我跟你说，我在香港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有6个月，香港政府不给我发工作签证，我是大陆人，但是他们也还是大陆人去香港也是需要工作签证。我有6个月没发工作，那是我这人从来没有抑郁的时候，但那6个月我后来真的抑郁了。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疑问，就说你是想着一直这么玩下去，还是你觉得有可能你是无所谓，就是到哪是哪？我甚至都不用玩，我就可以在地方生活。我心态挺老的，可能。生活是什么呢？你会做饭吗？就做饭。真的吗？就是对，你拿手的菜是什么？我拿鸡蛋西红柿面条。那叫什么做饭的？哇，好吗？这个也太好吃了！这个我最爱吃这个玩意儿。我小时候我妈就很爱做这个吧，算是。我也最爱吃这个。鸡蛋西红柿拌米饭和拌面条我都可以接受，我就可以天天吃，甚至。哎呀，我都不屑于做这个菜，好吗？哎，我的厨艺没那么的高，但是就是为活自己。哎呦，我想吃的这个事儿欲望也不是那么强，就是这个已经很满足了啊！鸡蛋西红柿炒鸡蛋，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不爱吃东西的人哦，对吃东西没那么感兴趣，是吗？对。那除了做饭，你还干什么呢？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在哪儿碰见什么就干什么呗。假如说可以去逛一逛美术馆，可以哪怕就在家待着。那个看看电影，看看书，所以现在看书看的很少了，就是玩手机，然后我尽量少玩啊，但是还是肯定会玩。然后我也还会玩电脑游戏，然后会跟朋友出去聊聊天或者运动一下，打打篮球啊，什么什么都会有。对，就是我之前年轻的时候，我肯定也是闲不住，我可能要做点什么，或者对有一些什么生活上的安排。那现在就是可能这2年，无论是主动被动的，自己就是慢慢又后退了许多。说你不用说那么新鲜感，每天。对，我觉得生活跟工作跟欲望跟那个是一样的，你对有趣的追求也没有止境的，对吧？大家觉得今天我什么都没干，好无聊啊，无聊就无聊呗，你就在那儿坐着你也行，你不觉得无聊就好了，不觉得无聊就好了，对吧？对，哎，有点像坐禅的人啊。对，我有时候会打坐。是吗？我有一个问题，我前面忘了问了，就说你的头发
还有是必须要戴帽子是吧？对对对，是因为他们有人说你这个是不奇装异服，但是是有这样的通知，有明文规定的。我还写过一篇专栏，就是还有就是足球运动员要穿长袖衣，是因为他们那个胳膊上有那个刺青。对，这一阵儿，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但有一阵儿非常严，所有的纹身，所有的很严格，对于装束上，染发也不让染。对。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因为我不是把那发出来了吗？就那段好像就挺严的。就是你把一个红头文件发出来了是吧？就是说你的头发针对你的头发，有关部门发了个红头文件，你就贴到微博上了是吧？对，我惹了挺多事儿的哈，但你真挺能惹事儿的。我这个事我不知道，这好玩。还有你的球鞋是怎么回事？我上次有一次听你说了，你球鞋也是被说了，那个我没听明白。就是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有一段因为新疆棉。对，我当然知道，我还写过。中国那个所谓的舆论还是政府，他就是非常的反对一些什么大品牌，因为他们支持什么新疆棉，发了一个什么声明。然后呢，那些大品牌就包括什么耐克啊，就是几乎是所有品牌了。然后就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是有明文规定还是大家风声鹤唳，所有节目组所有任何的出镜的东西里面不能出现这些品牌。但是呢，我虽然作为一个球鞋爱好者，我可能有200-300双鞋，真的吗？没有一双可以上镜的，就是荒谬到这个程度。你是很早就开始用繁体字了，对吗？对。为什么啊？我是年轻的时候啊，我想把自己的字练得好看一点，我会临一些帖。临帖呢，你写的时候，你临帖的时候可以记住这个字怎么写，但过一段时间你写着写着就又忘了。我就把我的手机调成繁体字了，我说你就记住，这样写的时候方便一些，要不然一提笔一忘字，然后要去查，所以我就想让自己多看一些繁体，所以我也发的是手机也是。引起了很多诟病啊！他就是个台独，他就是个港独啊！这无所谓了，原因很简单，并没有往那些方面想，因为我认识一些年轻人，他们是拒绝用简体字的。我没那么，好像是李厚成就是一个在给我们做这期的这个叫什么监制的李厚成就是这一个。对，我的动机很简单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还有就是说，你担心不担心？就是你时间就是在海外待的时间长了，就会脱离中国的语境，就是这种写段子的这种感觉就会少了呢？我担心。对，我考虑过这个事情，所以我甚至不知道我要不要做太多演出。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我考虑的一部分。这和做太多演出有什么？就比如说我今年，假如还离中国的生活很近，我不知道我3年后还是5年后，我谈论中国的话，我有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知在里面？这个对于我自己的纯粹来讲挺关键的。我的信息肯定是2手信息了，那么这些事情我该怎么谈？或现在的我谈论都是1手信息，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不知道多少年，所以这个也是我考虑的问题。可能就不做了，有可能。我希望你一直做下去，希望你的每年都能搞个巡演啊。不一定，不一定，只能说是不一定啊。哎呀，我忘了问你，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书或影视作品就是加起来3个，加起来3个，对。哇塞，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书，我最近读的比较喜欢的书，有本书叫《金刚经说什么》。对，是南怀瑾老师的。好吧，你真的吗？真的。你喜欢推荐大家看一看，蛮究竟的。然后电影，哎呀，这个还真要想一想。看电影最近看的，或者你就是还有什么书，音乐也行。对，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 DJ 叫 Jane Fitz，一个英国的 DJ，就反正是一个大姐。
一个爆炸头大姐 Jen 那个 Jen， 这不是 Jane 哦 Jane Fitz Jane 哦 Fitz，对，为什么喜欢呢？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超越语言的。我的感知或我的认知来讲，我更喜欢音乐这个形式，我甚至更喜欢音乐的都有点超过脱口秀了。对，音乐是这样。还有一个音乐人吧，推荐个音乐人叫 Nils Fram，Nilsfraham，他是个在德国的一个音乐人，他的音乐里面有 everything， 就是我对于音乐里面学到的东西比我别的地方学到的都多。音乐很神奇。哇，真的是啊！我是一点都是对音乐没什么太多感觉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个人。就是你有这么多您感受的，肯定听过喜欢的音乐。那当然了，对我们年轻人都喜欢崔健啊，新长征路上摇对滚啊，对，那就是力量。您最喜欢的，对，好，谢谢池子，感谢，也谢谢你说完了。结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太不正经了，可能这期一点都没有。我说句实话你非常正经，有点过于正经了。我觉得是我太严肃了，把你搞得就像那个班主任找你谈话的感觉，是不是？这个人能屈能伸的。